最近英国举行了国会大选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选，而另外一边的保守党却创下了190年来最差的选战成绩。连续执政14年的保守党为什么这一次会输得那么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次的英国大选吧。大家好，我是志奇。7月4日，英国举行了国会大选。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显示，英国政坛将大变天。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在下议院总共650席当中拿下了412席，结束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这也是工党近27年来最好的选战成绩。另外一边保守党呢，却输得很惨只拿到了121个席位，更新了他们190年来的最差纪录。之后呢，英国现任首相苏纳克承认败选，并表示将辞去首相职务，而工党的党魁施凯尔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保守党曾经在英国执政那么久，为什么这一次会大输？工党又做了什么能够让他们赢得选民的支持？新的工党首相上位之后，英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与对外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记得去年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2010年时，保守党大胜工党，终结了工党连续13年的统治。当时英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受到严重冲击，工党政策虽然稳住了金融系统但却造成了公共财政的恶化，政府的赤字还有债务都大幅的上升，这让许多选民对于工党的治理能力产生怀疑。而保守党在卡麦隆的领导之下，提出了一系列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干预的新政策，这些改革成功的吸引了大量选民，保守党也因此成功的当选。卡麦隆当选这个英国首相之后呢，在前几年的支持率也都还不错，直到他碰到了棘手的问题——英国脱欧。英国是否要脱离欧盟，这在英国的国内争议非常的大，即使呢是保守党内部也分成了脱欧与留欧两派。2016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结果脱欧得到了 51.89% 票数，赢过了留欧派，脱欧势在必行。但卡麦隆呢，却因为是保守党内的留欧派，无法领导英国的脱欧政策，只能够宣布辞职。之后呢，继任首相梅伊与欧盟达成协议，以温和的方式脱欧，但因为有保守党内硬脱欧派反对这个梅伊的软脱欧方案，再加上呢他在脱欧政策上面对于北爱边界的这个处理方式呢，也遭到了北爱民主统一党的反对，所以他的方案先后3次在国会遭到了否决，而脱欧日期也因此一再延后。最后梅伊被保守党逼宫，被迫辞职。那虽然这个时候呢，保守党内部已经出现了意见不一、互相内斗的迹象，但是呢，首相强生上台之后，凭借着他强硬的脱欧政策，保守党呢仍在2019年的国会大选当中获胜，赢过了工党。而强生的脱欧方案呢，也在之后成功的通过，带领英国正式脱欧。不过好景不长之后接连爆出的丑闻让保守党的声势大跌，甚至出现2个月内换了2个首相的乱象。COVID-19 疫情时呢，强生公布了严格的限制社交距离政策，但他自己呢却会爆出派对门，违反规定，在不同的场合与别人开趴。而且事情爆发之后呢，强生还试图掩盖，甚至呢涉嫌误导国会，这让民众更加愤怒。2022年，保守党副党鞭品契尔呢爆出了性侵丑闻，强生呢又涉嫌说谎，假装对于品契尔的行为呢不知情，这再次重创了强生的声誉。最终呢，他被迫辞职。强生下来之后，特拉斯接任首相，他试图通过大幅的减税来吸引投资和消费，但政府的支出却没有减少，于是只能够借钱去填补税收减少的缺口。这造成了英国市场的波动，英镑暴跌，通膨加剧，借贷成本上升，债券市场呢还有养老基金也濒临崩溃。对此，特拉斯引咎辞职，任期只有短短40天，甚至被人笑说首相生涯比生菜的保鲜期还要短。
之后呢，换现任首相苏纳克接任，保守党在短短2个月内就接连换了2位首相，这让许多民众对于他们的执政能力存疑。那除了内部斗争丑闻频出，保守党提出了一些政策，也让许多的民众不买单。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保守党从2010年上台之后，在经济上面主要走紧缩的路线，包含了减少政府预算社会福利等等。但也有人批评说，保守党的经济政策太过保守，政府减少公共开支，没有足够的预算，英国医疗、教育等等领域的服务品质也因此下降。尤其像是等候使用 NHS 国健保服务的人数呢，这几年从200多万飙升到了700多万，许多人预约看病呢，要至少等2周才轮得到。而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也被砍了，甚至一些地方因此无法维护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受到了影响。一些人认为这样子的经济政策呢，让英国的经济增长乏力，14年来呢，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提升。另外一方面，政府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也因此被缩减。保守党执政期间呢，无家者的数量增加了 120%， 食物银行的使用率也上升了5倍，社会不平等加剧。更遗憾的是呢，因为人口老化、英国脱欧 COVID-19 还有俄乌战争的接连冲击经济，保守党呢本来想要减少财政赤字的目的也没有达成。英国政府负债呢反而从14年前占到这个 GDP 70%， 预计今年呢会上升到 90%。经济政策成效不佳保守党的声势不断下滑，一些支持右派的选民甚至开始倾向投给更极端右派的政党改革党。改革党在2019年成立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开始叫做脱欧党，是由前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吉为了主张强硬脱欧而创立的。刚成立没有多久，他们就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上面大胜，成为了欧洲议会当中英国最大党。2020年英国脱欧完成之后呢，脱欧党正式改名为改革党。改革党的许多政策可以说是比这个保守党还要更偏右，也更强硬。比如在移民政策上面，他们提出了7大严厉的限制移民政策，包含了限制移民类别加速处理非法入境庇护个案等等。但虽然保守党呢也一直强调要限缩移民但政策实际执行下来，移民的人数不减反增。在2022年呢，净移民人数达到了新高 74.5 万人。那虽然之后2023年降到 68.5 万但这数字仍然是2010年的 2.7 倍。这样一些不满保守党移民政策的人，转而支持反移民态度更强硬的改革党，甚至呢，连一些保守党内部的人都希望改革党与保守党合并，让极端的右翼法拉吉能够接管保守党，成为新的党魁。改革党的崛起瓜分了不少保守党的选票。根据 YouGov 的一次民调，改革党呢在大选前支持度达到 19%， 一度超越了保守党的 18%。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呢，改革党也取得了5席，法拉吉成功进入议会。虽然现在呢他们在国会的势力不大，但极端右翼的快速成长仍对保守党造成了不小的挑战。而另外一边无法接受极端右派的这个选民呢，则更多的将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另外一大党偏左派的工党上。2019年时，工党的声势还很低迷并且在当年的国会大选当中又一次的败给了保守党。有媒体分析主要是因为当时工党内派系的内斗严重，深陷分裂危机，而另外工党在当时主要走激进的左翼路线，这里面的许多想法呢，英国的选民都不太认同，甚至说呢，这都是过时的理想主义。2020年，律师出身的施凯尔临危受命当选为工党的党魁。刚上任时呢，他并不被外界看好，因为他只有5年的国会经验，而且没有什么巨星魅力，也不像时任首相强生那样子的能言善道，甚至有媒体评价他无聊平庸。不过，因为施凯尔来自蓝领家庭曾经是人权律师，他的平时形象吸引了不少的蓝领阶级选民。而且他上任之后呢，就主打团结和实用主义，肃清党内激进的左翼势力，拉拢中间势力，像是和同样呢是温和中间派的前首相布莱尔合作。布莱尔曾经领导工党连续打赢3场大选，但因为他决定让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最后支持度大降，工党内呢也有许多人不太喜欢他。施凯尔常邀请布莱尔与他同台造势，就是为了把工党从激进的左翼路线拉回到温和的中间偏左位置，重振工党在中间选民当中的支持度。有不少媒体分析这次工党能够胜选施凯尔的拉拢中间选民策略是关键，因为许多的选民呢已经厌倦了这个政客画大饼、煽动极端主义，而施凯尔本人务实、沉稳，甚至有点无聊的个性，反倒让他们觉得很安定。另外呢，立场同样是中间偏左的这个苏格兰民族党呢，也因为大力的推动苏格兰民族主义，被党内的大佬涉嫌这个 Me Too 丑闻还有这个贪污案，声势大跌。
他们这一次大选的席次呢，从原本的43席暴跌成了不到10席，许多席位呢都流到了工党手中。时隔14年呢，施凯尔带领工党重新执政，英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动向也可能迎来新的变化。这次工党提出一系列重振经济的主张，比方说呢，他们打算从税收当中获得足够的额外收入，这样就可以避免减少公共服务，也不需要增加税收还有借贷。另外呢，工党还计划加快这个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建造更多的房屋来应对住房的短缺。在医疗方面呢，工党承诺修复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并计划每周增加4万个预约名额，并声称呢会说服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员工，让他们在非工作的时间接受更多的预约。而至于这个移民问题呢，工党也有明确的承诺，他们计划培育更多的英国本国人来填补职位的空缺，并劝阻呢雇主不要寻找境外工人。另外，他们也声称将与欧洲其他的国家合作，共同打击人口走私集团。不过，工党未来面临的挑战并不少，英国仍有高国债还有财政资源的危机。重振经济呢，需要先解决英国政府没有钱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之前保守党执政14年都没有解决，目前工党也没有拿出看起来更行而有效的方法。他们担忧呢，现在这些工党提出的政策都可能因为财政问题而推不下去。像之前工党在推的绿色经济转型计划，最终呢也因为财政状况不佳而被迫搁置。另外，工党内部也有潜在的政治危机。这次大选呢，工党前党魁柯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获胜，再次回到国会的柯宾呢，也可能带走部分的工党势力，引发党内的分裂。不只是国内的改革困难重重哦，工党在国际外交上面也可能会遇到不少的挑战。在对欧政策上，工党将延续保守党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主张增加国防投资，加强与北约合作，继续的推动核武震慑战略。那除了与欧洲国防上面的合作呢，工党也强调重返欧洲，推进与欧洲的经济贸易交流。在对中国的关系上面，工党强调他们不认同中国的反人权行为，例如像是中国对于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迫害。不过，他们希望在气候政策还有经贸问题上面与中国保持定期沟通和良性竞争的稳定关系。对此，他们计划组成中国政策重整委员会，会在1年内彻底的检讨，重新调整之前的对中战略。不过，有些台湾的专家担心哦，如果英国与中国展开更多的经济合作，可能不利于台湾的安全发展。那除了中国，英美关系呢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工党的外交政策将由拉米呢担任外相，他与美国政坛的人脉广泛，有助于工党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面获得更多的支持。但是施凯尔本人呢，与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川普并无深厚的交情，这可能会影响到英美合作。特别是如果川普重返总统宝座的话呢，右派的川普可能不会加强与偏左的工党联系。我们研究这一次的英国大选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一次工党的胜选跟2010年保守党的模式有类似之处。当时卡麦隆呢也是主打温和的中间路线，吸引大批对于工党失望的选民。虽然我们意识到在选举时呢，可能很多人是这些中间选民，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坚持左派啊右派，每次选举时呢都有可能投给不同的政党。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其实他们最渴望的是改变，对前一任执政党的失望很有可能呢让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另外一派上。而这个时候，如果声势大的在野党也打出中间路线，就很有机会拉拢到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感觉这一次工党能够胜选，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政见，可能更多呢也是大量中间选民对于保守党的执政失望，并转而将希望投射到工党上。不过我们担忧的是，这种中间路线呢，很可能在打选战的时候有用，但如果要长期获得支持就需要上任后拿出有创建的政策，让民众真的看到新的执政党能够带来改变。不然呢，在选民抱有高期待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变化，也可能很快的就会对新的执政党失望。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觉得工党能够改善英国财政、国债危机、重振经济吗？可以工党更务实，应该能够提出更创新的一些政策。不行谁上台都一样，都只是为了选赢，而不是会好好的处理问题。自己有待观察，目前还看不出来工党新政带来的影响。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次的英国大选。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英国脱欧以及前首相特拉斯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